楚修，你私放大楚圣女柳青衣，通敌叛国，你可知罪？穿越过来16年，我兢兢业业监国3载，把大周从烂摊子收拾成盛世，本以为太子之位稳了。陛下三思，皇长子监国3年，政绩卓著，北击蛮族3000里，南修水利，惠万民，百姓称贤，群臣归心，岂能因一个女子就够了？朕看你们是忘了谁才是皇帝。通敌叛国，不过是个借口罢了。父皇忌惮我的威望，怕我功高震主，早就想除掉我了。柳青衣不过是个由头。父皇，皇兄为大周鞠躬尽瘁，您不能。李成，退下！再敢多言，连你一起贬。九妹，不必了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要子逐，子不得不走。儿臣谢父皇恩典。3年心血，一朝尽弃也罢，这朝堂，这皇位不要也罢。从此江湖路里，做个逍遥游侠，摆烂躺平也不错。让我穿白衣裳，过风人巷，去一坛老月。江湖之大，何处不能去？神族签到系统已激活。系统？我都穿越16年了，你才来？签到规则：到达特殊地点触发签到，获得随机响应。我都被贬成庶民了，你才激活？这系统来得正好。既然这天不容我，那我便踏天而行。这天下，我要重新走一遍。殿下，有人出千金买你的人头。谁派你来的？厉王、七皇子，还是我那位好父皇？将死之日，不需要知道那么多。护体罡气，武道宗师，不可能！你明明……来得好快，我被贬不到2个时辰，杀手就到了。朝中有人等不及了。是楚修殿下。殿下，真的是你啊！殿下，5年前您在城外施粥，救过小老儿一家3口的命。今日老天开眼，让小老儿碰见殿下遇险，这匹马您收下。你方才一直躲在沟里。小老儿胆小，没敢出来帮忙。你活着，才是帮我。今日之事，莫对人提起。这位公子要过江？想搭个船，不知方不方便？公子想去哪里呢？沿着沧浪江看看，至于到哪里，还没有决定好。不过听闻神剑山庄内典藏宝剑数百，我经过那里的话，或许会下船去看看。神剑山庄？哼，那公子你可有热闹看了。最近神剑山庄铸出了一把神剑，正举行论剑大会，为神剑选择明主，吸引了不少剑客。居然这么巧！只是神剑山庄铸出神剑，为何不自己用，要送出去呢？神剑山庄送出去的是剑，获得的却是人情。原来如此，看来神剑山庄享誉江湖100年，不是没有理由的。老夫叶枫，神剑山庄3庄主，这是老夫孙女叶灵，不知公子高姓大名？公子好。在下公子修，见过叶庄主、叶姑娘。爷爷，这个人身上的气息很奇怪，明明没有修为波动，却让我觉得看不透。江湖上能人异士众多，不可貌相。此人气质沉稳，绝非寻常之辈。渺小的蝼蚁，竟敢惊扰本神的沉睡！本神饿了，拿你们打打哑技。爷爷，我来挡住他。
灵儿，再来！你问过我了吗？一剑断江，这是陆地神仙的手段。开船吧。前辈，凝神定心。剑毒，困扰我3年的剑毒，就这么散了。你的经脉里有残余剑毒，我帮你化掉了。恩公大恩大德，叶枫没齿难忘。举手之劳，叶庄主不必多礼。三爷爷，此人正是被贬的皇长子楚修。你确定？我在宫中宴会上见过他一面，虽然换了衣裳，但那双眼睛我不会认错。废太子竟是这等实力，朝堂上说他是废物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这件事先别声张，万一传出去，对他对我们都没有好处。恭迎三庄主。检测到宿主位于神剑山庄，可签到，是否签到？自从离开王都之后，这还是第一次听到系统提示签到。签到成功，签到地点神剑山庄，签到奖励9窍玲珑剑心。万剑朝拜，这是剑心共鸣。传说中只有剑道通神者才能引发。万剑朝拜，老夫活了70年，只在古籍中见过记载，这位公子是剑道通神者。老夫叶天行，神剑山庄大庄主，敢问公子尊姓？公子修，叶庄主客气了。公子修，好名字。万剑朝拜之恩，神剑山庄铭记于心。装神弄鬼，万剑朝拜，怕不是用了什么妖法？林毅，不得无礼！这位是公子修，爷爷的客人。客人？刚来的客人能让万剑出鞘？我看是来砸场子的吧？敢不敢跟我切磋一下？公子用何兵器？在下不用兵刃。那就请赐教。9窍玲珑剑心。可恶！这剑法不是神剑山庄的路子，他是什么人？哼，装神弄鬼！这是我们山庄的铸剑炉，爷爷年轻时打造的剑都挂在这里，每一把都倾注了心血。检测到宿主位于神剑山庄铸剑炉，可签到，是否签到？好家伙，一个神剑山庄居然能签到2次！签到！恭喜宿主获得10大名剑，10大名剑存入系统空间，宿主可随时取用。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公子好文采，这诗句奴家从未听过。随手之作，见笑了。大胆楚修，以一介庶民见到皇子殿下，为何不行礼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总是喜欢养着乱叫乱吠的狗。不要在姑面前摆出大哥的架子。以前你是太子，姑敬你3分，如今你不过是一介庶民，没资格跟姑套近乎。你说的对，那草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
楚云，管好你的狗。这一次废他5根手指，下一次剁他狗头。你怎么回事？连一个楚修都拿不下！殿下，楚修的实力绝对不是2品，他的真气强到至少是宗师。属下先天圆满，碰到他真气就被震碎了骨头。宗师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若真是宗师，为什么以前没有表现出来过？属下怀疑，他比我们想的藏得还深。楚公子，论剑大会已经开始了，你要不要前往观看？也好，走吧。公子修，听说你万剑朝拜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破我的5行剑阵。你这个剑阵漏洞百出，大言不惭，给我破！一弹指破5行剑阵，这是什么修为？柳金水可是地榜第12。5行相生，你只知相生不知相克。你把阵眼放在了金位，金克木，你的木位剑气最先崩溃，阵眼暴露，一击即溃。你别狂，会有人来收你的命。公子，柳金水背后有人，他在江湖上从不单独行动，这次来山庄怕是受人指使。我知道。公子不担心？该担心的不是我，指使他的人才该担心。这是剑毒，是你，毒剑客李苦。叶枫，老不死的，中了我的剑毒这么多年还不死，命够硬的。你都没死，我怎么可能先你一步而走？今天是论剑大会，李苦，你既然敢来，那就别想走了。他怎么对我们的剑法这么熟悉，每一招都能提前预判？老夫在神剑山庄潜伏10年，你们的剑法早就刻在骨头里了。师傅，我来帮你。师傅小心！你个叛徒！叛徒！我本就不姓林，老子姓李，李苦是我爹。忍了10年，就等这一刻。够了。你是什么人？这等实力绝不可能！他就是废太子，被贬为庶民的皇长子。啊，废太子，传闻那个通敌叛国的。他果然是楚修殿下。
本座被封印了300年，今日重见天日。9窍玲珑剑心，吞了你，本座就能重临巅峰。你的剑心怎么能克制我的魔气？不可能！本座封印300年，魔气真化境。邪不胜正，天经地义。你的魔气再浓，也不过是旁门左道。9窍玲珑剑心，专破一切邪祟。魔气还想逃？幽冥，一个比我想象中更大的麻烦。血色令牌魔剑暗装，这背后有一张网。走吧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白蛟龙乃上古神兵，自行择主，300年来无人能拔，今日再试。还是不行，白蛟龙不认可我。白蛟龙认主了，300年了。终于有人能拔出白蛟龙！这把剑配你，你根骨清奇，与白蛟龙有缘。我只是带他寻个明主。公子方才所言，剑道5境，剑术、剑气、剑意、剑势、剑域，老朽闻所未闻，却字字珠玑，恳请公子准许编纂成书。公子，人榜第3，罗非来挑战了。还有，老朽奉陛下之命，请公子回王都，不然……公子修何在？出来一战！你的对手是我。神榜第7的剑客，怎么可能这么强？你的剑法太急躁了，破绽百出。承让。受教了。人榜排名该重新排了。公子，多亏你指点，你教我的剑道5境，我悟到了一点剑意的皮毛。你的天赋很好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器。16年前，
是我教你扎马步的，你站了1个时辰腿就不抖了，我就知道你不是废物。东方叔叔，你的情分我一直记得，但皇命和你自己的判断，你得选一个。公子，皇命难违，老朽也不愿与公子为敌，但殿下，探子回报，皇长子在神剑山庄万剑朝拜，一剑斩蟒断江，已是陆地神仙。皇兄果然非池中之物，那些说他废物的人才是真正的废物。皇兄的天下，我替他守着；这大周的江山，我楚霓裳势在必得。公子得罪了，老朽虽不愿，但皇命在身，不得不战。6年了，接我这招！连防御都破不了，公子的修为到底到了什么地步？难道他已经超越了天人？公子，接老夫这一招，罗网！公子，保重，老朽尽力了。楚修真的是天人，他一直在隐藏修为，果然心怀不轨，不能再留他了。杀又杀不了，赶又赶不走，得想个别的法子，让他离朕的王座远一点。传旨，越州旱灾严重，命厉王前往赈灾。越州大旱3年，朝廷的赈灾粮去了何处？厉王负责赈灾，他却重宝私囊。根骨不凡，是块练武的好料子。这种地方，这种年纪还能保持这股倔强。你叫什么？白月。多大了？16。家里人呢？都死了。跟我走吧，管饭。公子，越州以前不是这样的。3年前这里还是鱼米之乡，后来大旱，再后来赈灾粮被贪了，就变成这样了。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这就是朝廷的赈灾粮。他们已经这样3天了。筷子扶起，人头落地。这是我当年监国时立下的规矩：掺假米汤者，杀无赦。我只问一次，赈灾的粮食哪儿去了？跪下！公子饶命！是厉王殿下，厉王带来的赈灾粮食7成被卖了，卖了14000两白银，7成给厉王送去，3成落了臣的腰包，臣也是被逼的呀。被逼的？你贪了4000两白银，叫被逼？
臣知罪，臣知罪。皇兄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岳州旱灾，我来看看。你怎么来了？岳州的事儿我早有耳闻，这次我来就是要彻查厉王。朝中有人替他遮掩，但我不会。赈灾粮的账目3日内整理清楚交给你，少1两银子，我拿你是问。是，下官一定照办。楚修和楚霓裳联手了，该死！他们查到粮食的事了。殿下，怎么办？传信给父皇，就说楚修在越州飞扬跋扈，擅杀朝廷命官。另外，通知黑云16寇，准备动手。公子修，黑云16寇特来取你狗命！小心！这就是公子的实力，一个人一掌，16个江湖亡命徒灰飞烟灭。法术更新，呼风唤雨已激活。厉王殿下赐的赤阳血晶，让我送你上路。赤阳血晶又是有名的东西。陆地神仙又怎样？吃了赤阳血晶，我也能和你一战。赤阳血晶提升的实力，终究不是自己的，根基不稳，一击即溃。楚修，你是陆地神仙又怎样？你的手再快，能快过我的剑？你只有一次机会放手，否则你会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没事了，回去告诉你家殿下，以后出门多带几个高手。幽冥的人，他们已经开始对霓裳下手了。8万担赈灾粮，厉王倒卖53000担，折银14000两。这是米铺账目，上面有厉王府的收契印章。越州40万灾民等粮活命，他把粮食换成了自己库房里的银子。儿臣在越州看到的是母亲抱着饿死的孩子，老人蹲在路边刨草根，粥棚里的粥筷子浮在水面，筷子浮起，人头落地。这不是贪墨，是杀人。儿臣请旨，将厉王打入天牢，抄没家产。
赈灾粮7成被卖，白银14000两流入厉王府。陛下，此乃国法难容。传朕旨意，将厉王打入天牢，抄没家产。赤帝阎魔大人说了，只要效忠幽冥，不仅帮你脱困，还能登上帝位呢。好，告诉你们主人，我楚厉答应合作。忍一下，经脉要拓宽，必须过这一关。过了先天就顺了。随从更新，白月修为先天圆满。天赋不错，3日破先天，比我想的还快。公子，我真的突破了。我从前连内力都没有。你的根骨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，只是从前没人指点，以后跟着我会更强。公子，白月此生愿为公子执鞭坠镫。小心，这气息不对。越州的怨气真美味，100年大旱，万人饿死，这怨气够本座再修100年。越州旱灾，根源是你，你吸收百姓怨气修行，旱灾越重，你越强。一个人类竟能感知到本座，有点意思。玄虚子，人族还是这么喜欢内斗，越州本座收下了。王兄，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能斩赤帝炎魔，绝不止天人。世间又要出一位了不得的人物了。这是炎魔的残魂。越州地下才是真正的恐怖。地下还有什么东西？下雨了，公子，别救我了！公子，那个晶体是什么？炎魔的魔核，里面封着他的残魂。他临死前说，越州地下有更恐怖的东西。这魔核也许是线索，不过现在不是他魔窟的时候，我需要先突破到陆地神仙中期。魔气太浓，里面至少有远超炎魔的存在。现在进去太冒险，得先积累实力。公子，这洞里有什么？有不该存在的东西。临时封印，撑不了1个月。1个月内必须找到帮手，
再来处理这个魔窟。公子，如果你1个月后回来，里面那个东西醒了怎么办？那就只能硬打了。所以最好赶在他醒之前。签到地点：天剑峡。签到奖励：9天精圣剑诀，天阶上品。公子，你的气息变了。有了此剑诀，那魔窟可以去探一探。签到地点：魔窟。签到奖励：纯阳真火、天罗伞。法术更新，纯阳真火已激活；装备更新，天罗伞已获得。人类，你敢闯入本王的领地！签到奖励：阴阳五行道法大全。公子，里面怎么样？比预想的麻烦。里面有一个智慧型的魔族，实力远超炎魔，现在还不是硬闯的时候，先走。公子，我们下一步去哪儿？去阴阳道宗，玄虚子在那里等着。天榜也该刷新了。天榜即将刷新，以公子的实力，至少天榜前3。帮我隐藏名字，公子不愿扬名。虚名而已。树大招风，我现在不想引起太多注意。天榜第1是谁？天榜第1空缺已有10年，10年来无人能达到那个标准。什么标准？陆地神仙。公子，你可能是10年来第1个有资格坐上去的人。10年空缺，那这个位置先空着吧。魔窟，如果里面真有一个智慧型魔族，那就麻烦了。300年前，魔族被封印，但封印一直在减弱。如果封印彻底破碎，魔族大军将再次入侵人间，所以我不能贸然进去，需要更强大的实力，还需要帮手。公子有何打算？先去白鹿书院，书院有浩然正气，或许能找到克制魔族的方法。同时，我要继续修炼9天精神剑诀，争取突破到陆地神仙中期。老夫去联络天榜上的几位老友，如果魔族真的要入侵，仅凭我们几个人远远不够，需要集集天下高手的力量。有劳前辈，此事不能让朝廷知道。厉王和幽冥都与魔族有勾连，一旦走漏消息，他们必然提前动手。公子放心，老夫省得。好一个纣皇，为了一己颜面，竟将天榜级强者除名，可笑！我16岁代父监国，我太了解我那位父皇了。他最在意的从来不是大周强不强，而是别人眼里他是不是最强的。一个被他亲手贬掉的儿子成了天榜强者，比打他的脸还让他难受，抹了正好清净。公子不怒，有什么好怒的？他们越是遮掩，越说明他们心虚。公子这气度，老夫自愧不如。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，皇室那边未必会就此罢休。东方恨无功而返，周皇帝一定会派更强的人来。白鹿书院2先生是老友，我修书一封。不过公子，书院近日有些不安宁，5先生行为诡异，2先生也有所察觉。不安宁？什么样的不安宁？2先生在信中说，5先生最近2个月性情大变。以前5先生是书院里最温和的人，
从不与人争执。但这2个月，他先是无故责罚了3个学生。更奇怪的是，二先生有一次深夜路过武先生的房间，看到窗口有黑气溢出。他推门进去时，黑气不见了。武先生正在案前读书，神色如常。黑气和魔窟里的魔气一样。二先生没有修为，分不清黑气和魔气的区别，但他活了80年，直觉很准。他说那黑气让他很不舒服。书院是天下文脉所在，如果幽冥渗进去了，那就不只是几个暗桩的问题了。书院是读书的地方，不是比剑的校场。但既然来了，就得按书院的规矩来。公子请。书院规矩，进门先作诗一首，做不出来请回。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接着讲。听说你是个武人，哼，书院是读书的地方，不是舞刀弄枪的校场。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。武先生这话太狭隘了。孔子尚且习射御，何况我辈？经义不过是纸上谈兵，你有何真才实学？武先生不妨出题。此人文武双全，气度不凡，武帝太小气了。这是魔气，不是寻常毒药。武帝是被魔宫杀死的。一来书院，武先生就死了，你脱不了干系。正气堂有浩然正气，心中有鬼者，一夜便会被逼疯。你在里面待1夜，以证清白。天地正气，剑心通明。先生能引浩然正气共鸣，绝非邪魔外道。老夫活了80岁，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在正气堂中修炼了1夜，不是硬撑1夜，而是在修炼。先生的心性当世罕见，是老夫唐突了，请受老夫一拜。武帝死了，我很难过。书院里出了内鬼，我更难过。但我更难过的是，我居然怀疑了一个能引浩然正气的人。先生，请容老夫一礼，以此向先生赔罪。二先生言重了，是非曲直自有公论，我不放在心上。公子大度，只是如若要查出真凶，何不先从身边人查起？公子言之有理，老夫立马派人去查。武先生发现了我的身份，他在我房间里翻到了幽冥的令牌，他说要去找二先生举报我。我跟到正气堂门口，趁他不注意，用魔功震断了他的心脉。幽冥在书院还有别人吗？还有一个人，比我级别更高，但我不知道的是，我只负责传递信息，从来见不到他的真面目。级别更高的暗桩藏在书院深处，幽冥的手伸得真长。书院开场啊！这位就是公子修，听说会舞剑，武人作诗，怕不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公子修，敢不敢比一场？输了的当众认输。好，不过不用比了，你们各写1首，我写4首。以哀愁病苦为题，各作1首，限7律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今日便让诸位见识见识。此4诗字字沥血，句句锥心。老夫写了一辈子诗，竟不及此4首之万一。好诗，好诗！先生，
此处恐有变数。鱼上钩了，那是书院的学生，没想到幽冥的暗桩不止一个，这个级别太低，先放着，我们等大雨。楚修在白鹿书院封尸神，他越出名，父皇就越不安，这正好。殿下，下一步怎么办？联络旧部，该反扑了。幽冥的人说了，只要我听他们的，皇位早晚是我的。楚修，你等着，这一次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千古第一哀诗，此事一出，前人哀诗尽可废矣。文武双全，陆地神仙，此人若是还在朝堂，大周何至于此？周皇帝废了他，是大周最大的损失。黑羽楼主正赶来，他是我们幽冥最顶尖杀手，你杀不了他的。阁下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一见？公子修，或者说楚修殿下，你的名头越来越响了。幽冥的人都死在你手里，主人让我来收你。幽冥派来的人，一个比一个能说，但结果都一样。你本可以一剑杀我，但你避开了心脏，为什么？你的剑法很干净，幽冥里没有人教过你用正道剑法吧？你的根基是正道的底子，是被幽冥改造过的。你是被逼加入幽冥的。好快的剑，好利的眼，主人说的对，你果然不简单。楚修，幽冥远比你看到的更庞大，主人他不是你能想。楚修，你杀我这么多人，这就够了？莫狂，正是幽冥之主莫狂。楚修，你很有意思，要不要加入我们？这片天下，我分你一半。你觉得可能吗？别急着拒绝，你会答应的。当你看到这天下真正的样子，你就会明白，站在我这边才是唯一的选择。莫狂，幽冥之主，他的实力深不可测，这只是一个投影，就有如此威压。风急天高猿啸哀，疑是银河落影，无可奈何花。我既愁星陨，绿色无端为是相思寒来。尸神，公子修是尸神。从前只有剑神、武神，如今出了个尸神。好一个尸神！楚修加入幽冥，这片天下我分你一半。
我等你很久了，楚修。从你被贬出皇宫的那天起，我就在等你。等我？等一个能和我并肩的人，或者等一个能杀我的人。300年前，魔族被封印在地下；300年后，封印即将破碎。到时候，魔族大军入侵，人间将化为炼狱。你觉得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能挡住吗？挡不挡得住，试过才知道。哈哈哈哈哈！有骨气，我喜欢有骨气的人。哈哈哈哈！楚修，我给你时间考虑，等你想通了，随时来找我。楚修，后会有期。莫狂，幽冥之主，他的修为至少是陆地神仙的巅峰，甚至可能已经触碰到了武神的门槛。但他说他在借幽冥之力对抗魔界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我和他之间就不是简单的正邪对立，这盘棋比我想象的大得多。公子，那个人……莫狂，幽冥之主。公子，借一步说话。书院里的更高层暗桩昨夜消失了，死了。人去楼空，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没有打斗痕迹。这是今早接到的飞鸽传书，暗桩的下一站玉门关。不是逃，是被调走。调走？幽冥在边关有大动作，调走是为了配合。公子此去边关，凶险莫测。这是老夫毕生所修的浩然正气心法，专克邪祟，或许能助公子一臂之力。二先生厚赠，楚修记下了。幽冥势力盘根错节，渗透朝野，公子务必小心。白鹿书院这边，公子放心，书院内的暗桩，老夫会逐一清查。告辞。公子保重。公子，等等我，我也要去。边关凶险，白月不怕，公子去哪里，白月就去哪里。上来。跳！公子，这里是沧浪江。当年我就是在这里，一剑斩了那条巨蟒。公子好厉害！那是叶灵姑娘。公子，叶姑娘怎么来了？大张主听说公子要去边关，命我前来随行。神剑山庄的好意，楚修心领了，但边关凶险。公子身边不缺高手，但我不是来当打手的，我是来还人情的。神剑山庄欠公子一条命，随你。多谢公子。白月姑娘又见面了。叶姑娘，走。
明，谁干的？白日国人屠了前面的村子。走，去看看。这些畜生！精血被吸干了。什么？手法和赤阳血晶同源。拜日国幽冥。血还没干，他们没走远。追！他们的眼睛被赤阳血晶改造过。有人！被发现了！动手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赤阳血晶的改造体，灵智已逝，只剩杀戮本能。好可怕！这是幽冥令牌，和李苦当初捏碎的那块一模一样。拜日国和幽冥真的勾搭上了。不只是勾搭，他们在用赤阳血晶改造士兵。玉门关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想的更糟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加快速度，连夜赶往玉门关。什么人？公子修，求见守将。公子修，快开城！公子大驾光临，末将有失远迎。焦将军客气了。公子快请进。关内情况如何？公子，情况不妙啊！3日前，关外突然出现一支军队，自称不死军。刀砍不死，火烧不尽，我们已经折损了3成兄弟。那是什么？那座祭坛3天前突然出现的。自从它出现后，那些不死军就越来越多。检测到特殊地点玉门关血祭坛是否签到？魔气已如此浓郁，看来大战在即。签到。公子，怎么了？我得到了破邪法眼，能看穿邪祟之气。破邪法眼能直接看到幽冥之气的流动，辨识暗桩真身。站住！公子，这是他是幽冥的人。血口喷人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我乃大幽文官副将，镇守边关10年，你凭什么说我是幽冥的人？公子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李副将他是不是误会？一问便知。你别过来！怎么，心虚了？兄弟们，这个人是敌国奸细，杀了他！想跑，老实点。公子，带下去，我要亲自审问。这只是开始，真正的麻烦还在后面。
说吧，幽冥在边关的据点在哪里？不说。纯阳真火，专烧邪祟。你身上的幽冥之气，应该很怕这个吧？我说！据点不在关外，在哪里？在关内一处废弃铁矿里。废弃铁矿，他们在那里用赤阳血晶做人体改造，改造了多少人？已经有600多个了。600多个！铁矿在哪里？城西30里，黑风山。今夜夜袭铁矿。公子，要不要末将派兵相助？不用，人多反而打草惊蛇。公子，我跟你去。你留守关城，我去。凭什么？你剑法大开大合，不适合潜入。你都去，我在前，你们2个跟在后面。是，公子。是。邱将军，你守好关城，如果我们天亮前没回来，公子放心，末将死守门关。 2个守卫，我去解决。不用。走。第673个成了。 你可算是来了。魔狂大人说你不好惹，但我的血魔功专克正派真气。专克我，试试。公子小心！中了我的血魔功，你的真气就是我的。 你的血线太弱了，不可能！纯阳真火，纯阳真火，门尽万物。魔狂大人早就知道你会来，这只是一个陷阱，而是你。什么意思？ 白日国20万大军已在300里外集结，目标根本不是边关，是你身后的王都。公子，20万大军，他们要绕过玉门关，直插王都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回玉门关，先通知霓裳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你们先在这里待着，我会派人来接你们。 走吧。拜日国20万大军不会走玉门关，他们会从这里阴山峡谷绕过去。阴山峡谷，那地方地形险要，易守难攻。正因为险要，他们才会选这条路。他们要速攻王都，只有阴山峡谷。 这是他们唯一的生路。他们想从这里直插大周腹地，目标是王都。20万大军，玉门关只有3万守兵，根本拦不住。我没说要在玉门关拦。那在哪里？阴山峡谷。公子，我们只有3人。不是3人。公子的信比朝廷的军报还快。玄虚子，你来了。公子相召，岂敢不来？20万拜日军，公子打算怎么打？设伏，阴山峡谷是最好的伏击地点，但我们人太少。够了，我只需要你们做一件事：引火。峡谷2侧堆满火油和乱石，等他们进来，就封死出口。那正面呢？正面我来。公子一个人在下面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相信公子，
就一个人，大周没人了吗？杀你，一个人够了。狂妄！封闭了！你能杀炎魔，但我比炎魔更懂战斗。赤阳血晶副作用不小吧？能杀你，死也值！先杀你的小侍女！你受伤了，陆地神仙也不过如此。你打伤了我的人，拿命偿！不可能，你明明受伤了。解决你，足够了。不，我不服！尔等逆天而行，今日便是尔等的死期！休得猖狂，受死！20万拜日军全军覆没，活着逃出峡谷的不到3000人，还都是被自己人踩断了腿的。公子这手峡谷伏击打得比老夫当年在北海斩蛟还狠。我只是选了最快的方式。血狂徒一死，赤阳血晶反噬会传染所有用过药的士兵，他们不用我们杀，自己先废了。话虽如此，但这一仗打完，公子在天榜上的排名怕是压不住了。皇室那边无所谓，他们爱排不排。这场仗赢了，王都有更麻烦的事。公子是说，楚云，他最近动作太多了。公子，你接血狂徒那一拳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万一挡不住会怎样？没想。你就不能说句让白月放心的话？我挡住了，他没事，这就是事实，让他听事实就行。神剑山庄的金疮药对内伤有好处。多谢。皇兄，此战必定胜利。速归，父皇宣布为我招亲，日期已定。而七皇兄楚云最近频繁出入父皇寝宫，行迹可疑。公子，怎么了？霓裳有危险，我们立刻回王都。公子，要不要我带弟子随行？不用，你留在这里，清理边关幽冥余党。是。走。王都要变天了。今日乃九皇妹招亲大典，各位青年才俊，检测到特殊地点，王都皇宫是否签到？签到。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预知未来。来人，给我拿下楚萧！他勾结敌国，意图篡位，想彻底断绝我翻身的可能。楚云，你太天真了。陛下，此乃江南新进的贡酒，臣斗胆，请陛下先饮此杯，以彰我大周太平盛世。戚殿下好兴致。是你？不过，你袖中那封幽冥密信，要不要让大家看看？楚修，
你说什么幽冥密信？父皇，不如问问七皇帝。你胡说八道！什么密信？我看你是想诬陷本王！是不是诬陷？搜一下就知道了。你敢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诸位大人，要不要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与幽冥勾结的密约，荒谬！楚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不是我，是有人构陷我。构陷？那你敢不敢让父皇身边那位太监把右臂袖子卷起来？卷起来。陛下，奴婢卷起来！你也是幽冥的人！陛下，你以为就我们两个？这金銮殿上还有你意想不到的人呢！拿下楚云，打入天牢！楚修，儿臣在。你说，朕身边还有更大的王？儿臣可以查。祸邪法眼，开！户部侍郎张大人，臣冤枉！镇国将军李将军，你胡说！还有你，禁军副统领赵大人。兄弟们，杀了他！这3个都是幽冥的人。好一个幽冥！朕的朝堂竟然被渗透成这样！父皇，朝堂必须清醒，不然……你说怎么办？儿臣请旨彻查朝堂幽冥余党，凡与幽冥有勾结者，一律严惩。准奏。修儿，你留下，朕有话跟你说。是。修儿，你赢了。儿臣不明白父皇的意思。你掌控了朝堂，掌控了军队，连朕身边的人你都能随意揪出来。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朕这个皇帝就是个摆设？儿臣从未这么想过。那你想什么？想当皇帝？臣不想做一个傀儡皇帝。最后一杯父子之情，怎么怕朕下毒？父皇不会。哦，你就这么确定？因为父皇是我父亲，朕做不出。妹妹，朕若毒你，你妹妹会恨朕一辈子。你控制朕的神智吧，让朕做个没有感情的皇帝，至少不会做错事了。父皇，你不必是傀儡。这不是控制，是护住你的心神，不让幽冥暗桩侵入。父皇，你只需要别再替幽冥开门。修儿，儿臣告退。哥，你恨他吗？恨过，但现在他是父亲。哥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还认他。走吧，朝堂还有很多事要处理。昨日查出的3名幽冥余党已经全部打入天牢，但这只是开始。幽冥渗透朝堂多年，绝不止这3人。皇兄，接下来的清查就交给你了。遵旨。诸位大人，幽冥之祸祸国殃民，凡主动坦白者，可从轻发落；若被查出来，杀无赦！臣坦白，臣收过幽冥的钱。念在你们主动坦白，革职查办，抄没家产。谢殿下，谢殿下。
这些应该只是外围成员，没有直接参与。公子，叶姑娘，公子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透透气。公子的伤还没好，小伤。都3天了，怎么还是小伤？这是神剑山庄的秘制药膏，专治内伤。多谢。公子跟我客气什么？白月姑娘好像不开心，她只是还不习惯有人替她操心。那我算替你操心的人吗？公子，怎么了？罗网密报，大楚圣女柳青衣率3000铁骑正在越境，说是要为你伸冤，助你夺皇位。柳青衣？大楚圣女，她怎么来了？她是为了当年的事。走，去边境。是，我也去。殿下，当年你救我，被你父皇贬为庶民，我辛亏了3年，都过去了。过不去。今日我带你打回去，我带了3000铁骑，都是大楚最精锐的战士，我们杀回王都，夺回属于你的一切。我若想登基，还需要人。殿下，你回头看看。你已经强到不需要我了，但大楚欠你的，我柳青衣要还。从今天起，大楚3000铁骑，听公子调遣。起来，我不需要你的兵，殿下，但我需要你送一封信，回大楚告诉你皇帝，大周不会主动南侵，但若他动兵，大周也不会手软。我一定带到。你保重。公子，你和他……当年我救过他一命，仅此而已。走吧，回王都。停一下。公子，怎么了？我要去一趟雷州天剑峡。天剑峡9天精神剑诀，我遇到了瓶颈，需要去那里突破。那王都那边有宁常在，没问题。走，去天剑峡。好地方。这里就是天剑峡，据说万年来无数剑客在此悟道。检测到特殊地点天剑峡，是否签到？签到。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剑心淬炼。茫茫线迷途不曾去，宿命被召唤，守护的公子他热血翻涌着一束心，燃烧他不会有事吧？化作生机。相信公子。你担心他？我担心他从来不让人担心他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什么事都自己扛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反而更强了。恭喜公子。走吧。去哪里？凌霄剑宗。凌霄剑宗？玄虚子说过，剑宗宗主凌蛮深藏不露，去会会这位天榜第3。
要进剑宗，先过老夫这关。你是谁？你管我是谁？想上山就得打赢我。前辈是凌蛮。凌蛮，天榜第3的凌霄中宗主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怎么不像？但你小子别以为天榜第3就好欺负，老夫的剑是杀过陆地神仙的。哦，那我倒要试试。我不用剑，就一根手指。狂妄！好小子，进来吧，老夫请你喝酒。痛快，好久没这么痛快了。林宗主的剑道让我受益匪浅。别叫我宗主，叫我老林就行。其实老夫有件烦心事。哦，剑宗内有幽冥的暗桩，林宗主没揪出来。那家伙隐藏极深，还能屏蔽感知，老夫查了半年都没查到。这有何难？带我在剑宗走一圈。你有办法？试试。那2个就是赵长老、钱长老，竟然是他们！这2人是幽冥暗桩，杀无赦。小子，谢了。举手之劳。凌蛮，你得意什么？大楚已经发兵了30万，3天前就出发了。什么？幽冥大人已经和大楚皇帝达成协议，灭了大周，大楚就能独霸天下。小子，你要敢去大楚，老夫跟你走。不，为什么？我去大楚，你替我守大周北方。魔窟若异动，你比我熟悉。好，你放心去，北方有老夫在，丢不了。多谢。这小子未来不可限量啊！三个人，那个废太子楚修是被贬傻了吗？放他们走近些，老子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和平是和平，我娘在城里，我不想打仗。公子修是当年在越州亲与救民的公子修，他不是废太子，他是武神啊！废物！谁让你们停手的？放箭！违令者斩！将军，军心散了，强行开战，只会哗变。好一个公子修，好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！大楚关城守将见过公子修，末将开城。将军识大体，是百姓之福。公子，你太厉害了！不是我厉害，是人心所向。但这只是开始，大楚皇帝必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大楚30万大军现在在哪里？回公子，已经过了红河，正向大周边境进发。领军的是谁？大楚老祖。大楚老祖是大楚那位活了200年的老怪物，陆地神仙修为。陆地神仙，公子怎么办？走，去两军阵前，我去会会这位大楚老祖。你就是楚修？是。小小年纪就有陆地神仙修为，难得。前辈过奖。但你不该挡大楚的路。大楚若要和平，我不挡；但大楚若要开战，我挡。好，有骨气！哈哈哈哈！老夫活了200年，还没遇到过对手，今日就拿你练练手。
别担心，公子还没出全力。小子，你很强，但你太年轻了。公子小心！白月！不可能！白月，白月，你醒醒！白月，别睡。公子，别哭。别说话，我跟你疗伤。大厨，香！公子，什么事？大楚相表，皇帝已废，我暂代国政。即日起，大周与大楚兄弟之邦互不侵犯。公子，你已经3天没合眼了。我没事。公子，药熬好了，你先喝一口吧。给白月喝。这是给你的。我不喝。公子，药放这里了，你记得喝。白月，你不能有事。白月，公子，你醒了。我还活着。当然活着。我以神魂为引，渡了你3天3夜的真气，你欠我的还没还，不许死。白月不死，白月还要跟着公子。吃点东西吧。多谢。白月他醒过一次，应该没事了。那就好。就是这里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龙脉祭坛，小心，这里的能量很不稳定。龙脉之气，不对，公子，龙气被抽走了，方向北方，越州魔窟。魔窟在吸龙脉，难怪魔气越来越浓。走，回去看看。魔气好重，比上次来的时候浓了好多。因为他在吸龙脉。走，进去看看。这便是传说中的魔元，这能量太恐怖了。小心，有异动。就是他。公子，要毁掉它吗？先等等，我感觉里面有东西。楚修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是谁？本座魔界第1层镇守者黑焰王。你杀的那个炎魔，不过是本座扔出来探路的一条狗。那我连你一起杀。哈哈哈！杀我，就凭你！你到底是谁？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公子，天龙伞快撑不住了。白月、叶灵，你们去攻击祭坛边缘，断他的龙脉，吸取通道。是，明白。该死！公子，
我没事。白月，配合我，断中央祭坛核心。是。你毁了一个棋子又如何？深渊的大人已经盯上你了。走。月州魔窟已毁，龙脉危机暂缓，获得新能力龙脉调和。好神奇，这就是龙脉调和。公子，你的伤小伤都深可见骨了，还小伤？疼吗？是心疼。白月，公子，你过来，这个给你。谢谢公子。走吧，回王都。皇兄，你回来了。月中魔窟的事解决了。太好了。皇兄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镇魔司、幽冥、魔族、魔界裂缝，这些威胁越来越多。我想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，负责对抗魔族。镇魔司？是。由皇兄你亲自统领。我？除了你，没人能镇得住。好。那我下旨，全国招募武者。我先回去了，白月的伤还没好。皇兄去吧。手腕再稳一点。你们在练剑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回来了。伤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别太累。公子，镇魔司的事，九公主跟你说了。说了。那我和白月，你们都去。白月，你来做统领。我？可是我……你可以的。是，公子信任我，我就做。恭喜白统领。叶姑娘，你也来镇魔司，你剑法好。你这是在招揽我？小子，你怎么来了？镇魔司成立了，来看看北方的情况。镇魔司，好名字。北方最近不太平，怎么了？雪灾，100年不遇的大雪灾，好几个村子都被冰封了。冰封？不是普通的雪，是带着寒气的冰。我怀疑和魔族有关。带我去看看。好可怕，整个村子都没了。一夜之间。不是普通的冰，是什么？魔界寒气，第2层魔界的力量。第2层？第1层的黑炎王已经被我灭了，现在是第2层的冰霜王。公子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找寒气的源头。这雪太大了，根本看不清路。跟我走。那是什么？冰雪巨人。散开！好强的寒气！白月、叶灵，你们联手，我来主攻。是，明白。
强的寒气，他的核心在胸口。让开！黑焰王死在你手上，本座一点都不意外。他太蠢了，以为吸收一条龙脉就能在人间横着走。本座和他不一样，本座不急。冰封7个村子算什么？只是试试寒气的效果，效果不错，本座很满意。你在拖延什么？拖延？不，本座是在等你成长。你越强，本座越兴奋。斩杀一个弱小的武神没什么意思，斩杀一个全盛期的武神才是本座的追求。楚修，我们很快会见面的。到时候，本座会让你看看第2层的真正实力。冰霜王，第2层的王。楚修，你灭了黑焰王很不错，但第2层你挡不住。是吗？很快我们会见面的。冰霜王，第2层，我把第1层灭了，第2层就主动找上门了。公子，那我们回王都，镇魔司需要尽快组建起来。魔族的动作比我想的更快。即日起，设立镇魔司，专司对抗魔族幽冥之事。镇魔司统领白月，副统领叶灵，大统领楚修。陛下，镇魔司独立于6部之外，兵权、财权、人事权一把抓，这在大周朝制上从未有过。况且白月只是一介侍女出身，叶灵不过神剑山庄3代地主，恐难服众。陛下，镇魔司的银子从哪里出？户部今年的预算已经分完了。兵部尚书，北边的雪灾，你的兵挡了吗？玉门关外的20万不死军，你的兵灭了吗？既然管不了，就把嘴闭上。怕什么？有武神在，你们还不放心？皇兄，镇魔司的人手你自己挑。是。此印，镇3军安天下，臣万死不辞。白统领，镇魔司交给你了，臣定不负陛下所托。这柄镇魔剑上的字是我亲手刻的。皇兄，以后镇魔司的事你说了算。臣领旨。不过镇魔司权大，须有制衡。每年大统领向陛下述职一次，陛下有权罢免大统领。准。小子，老夫来投奔你了，以后老夫就是镇魔司的人了。老夫把剑宗能打的都带来了，山门里只剩做饭的老王赌，和看门的瘸腿狗。公子贫道不请自来，这箱子里是阴阳道宗300年攒下的镇佛法器，共72件，对付低阶魔族够用了。72件，老道士你藏得够深的，比灵宗主把剑宗搬空还是差了点。公子，这么多人还不够。魔族的威胁才刚刚开始，3个月后攻入魔界第1层，人手还差一半。今天下午贴招募告示，写清楚：镇魔司招武者，不问出身，只问胆量。月俸按修为定，先天以上翻倍。怕死的别来。是。第4层也在动，不是冰霜王，是更深处。那根太快了，会惊动他。他说第4层也在动，冰雪巨人已经死了，第3层还在封印里，第4层又是什么？公子在修炼的时候感知到了什么？他从来不说梦里的事，可今天他喊出来了。以前在越州，我以为天下最大的恶是贪官，后来跟着公子才知道这天下最大的恶藏在地下。公子一个人扛着这些，连梦里都不敢提。公子，你又一整夜没睡。公子在修炼的时候说了梦话。我说了什么？
你说第4层也在动，说灵根太快了，会惊动他。你听得很清楚。我耳朵不聋。第4层，李九渊前辈的封印是7层叠在一起的。我之前一直以为封印是独立的，一层一层叠上去，但最近灵根成长之后，我能在修炼时看见封印的结构。它不是叠上去的，是套在一起的。套在一起，像一个盒子套着另一个盒子。第1层是最外层，冰霜王那层是第2层，深渊王是第3层，但第4层不是在第3层下面，而是包裹着前3层。它一动，前3层都会跟着震。我昨晚灵根共鸣太强，第4层有反应。那第4层里镇着谁？李九渊前辈的残信里提过一个名字，但只有半句话，字迹太模糊了，我只能看清一个君字。我本以为是魔界某一层的王，但昨晚我感知到的东西不像王，更像某种阵眼本身。那怎么办？加固封印？暂时不能，现在灵根刚突破6成，共鸣波动太大。如果我强行加固封印，会把第4层里面那个东西彻底叫醒。深渊王还没完全封死，再冒出来一个比深渊王更深，王都守不住。那我们就只能等。等，但不等死。你昨晚听到的话，别对任何人说。镇魔司里人多口杂，如果让弟子们知道封印深处还有未知的东西，军心会动摇。走吧，去看看镇魔司的训练。今天新兵第1课，你这个统领该去训话了。是。众弟子听令，握剑要活，不要死。手腕太僵，剑不是棍子，握太紧反而没力道，腰要沉下去。你站那么高，重心不稳。公子，怎么样？底子都不错，有几个练过外家功夫，但大部分是野路子，没受过系统训练。对付普通山贼够用，对付魔族还差一截。所有人，停一下！从今天起，我亲自教你们浩然正气。浩然正气，那不是传说中的功法吗？武神亲自教我们，我爹要是知道，能从老家赶来给我磕头。浩然正气不是靠蛮力催动的，是靠心念，心正，气就正。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份正气，只是被日常杂念盖住了，找到它就能用出来。看好了，这叫正气种，种在丹田里。你们自己用正气心法温养，1个月后就能凝聚出自己的浩然正气。每个人都会种1颗，从第1排开始，一个一个来。小子，你说主动攻入魔界？魔界共分7层，各层镇守者领地意识极强，不会轻易进入彼此地盘，所以我们可以逐个击破，不能在人间等他们打过来。每一次魔族入侵，死的是老百姓。古往今来，无人主动攻入魔界，所以我们要做第1个。这太冒险了吧？所以给你们3个月，3个月内所有弟子学会浩然正气心法，先天以上编入第1翼。北方裂缝的冰霜王不能再拖，他在冰城堡每多待1天，北方的寒气就多扩散1分。3个月后入冬，仗更难打。公子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我也去。第2层我去过一次，雪原的地形我熟。2个丫头都不怕，老夫怕什么？剑宗能打的全部带上。贫道也愿往。72件镇魔法器，正好试试威力。好，第1个月打基础，第2个月合练战术，第3个月实战演习，3个月后攻入魔界第1层，拿下黑焰王城堡，然后以第1层为跳板，直插第2层冰城堡。明天开始，按计划执行。散会。小子，这就是魔界入口，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山洞，进去就不普通了。公子，里面是什么样的？暗红色的天，黑色的地，到处是火山岩，空气里有硫磺味，没有水，没有植物。低阶魔族会从岩石缝隙里钻出来。都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这就是魔界，魔气浓度极高，小心行事。进入魔界，给战个痛快！诸位，这只是开始。
这就是魔戒，好重的魔气，吸一口气嗓子里都是硫磺味儿。贫道活了80年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能站在魔界的土地上，一棵草都没有，魔族在这种地方怎么活？魔族不是活物，是被魔气凝聚出来的。只要魔气还在，就能无限再生。都小心点，这里是黑炎王的地盘。上次我斩的只是他的投影，他的本体还在城堡里。投影和本体差多少？在这里，他的主场至少强3成。那里，走。来得好！小心，是魔气所化。终于来了。解阵。来得好！数量太多了，别恋战，冲过去！加快速度！动手！冲！别让他们重新集结！妖孽受死！你竟敢来本座的领地，来杀你！这里是魔界本座的主场。上次你斩的不过是本座一道投影，今日你走不出这座城堡。楚修，在魔界你不是本座的对手。是吗？战卢10大名剑，受死！该死！黑炎焚天！就这点本事？轩辕人皇之剑。楚修，你杀了本座，但第2层的冰霜王不会放过你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黑炎王死了。好，痛快！公子神威！别高兴太早，这只是第1层，还有第2层、第3层。怕什么？一层一层打上去。先撤，回去休整。好重的血腥味儿，大卫，这是怎么了？魔界裂缝，魔界之门已开，我大卫与魔界共存亡。你就是楚修，你是谁？大卫守护者，活了300年的老怪。这老妪的气息，也是陆地神仙气。听说你灭了黑炎王，了不起。你打开魔界之门，就不怕死？怕死？老身活了300年，早就活够了。只要能打开魔界之门，老身死而无憾。那我就杀了你，再封了这道门。来呀！你也不过如此。我挡不住门，但我能杀了开门的人。你很强。你不该打开魔界之门。晚了，门已经开了，你挡不住。不行，不行！
混沌灵根。暂时封住了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但这只是暂时的，必须找到彻底封印的方法。公子，这就是混沌灵根。它真的能彻底封印魔界。李前辈找了一辈子没找到混沌灵根，最后只能以身为印。他在这封信里写了3件事：第一，封印的阵眼是深渊王；第二，唯有混沌灵根可彻底封禁；第三，他毕生未能寻得，他把最后一点希望放在了后来者身上。我运气好，系统签到得来的种子，但灵根什么时候长成，他也不知道。李九渊，上一任武神，他需要时间成长。那我们等，在他成长起来之前，我们只能守。那魔界那边，第1层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，第2层的冰霜王暂时还不会出来，但第3层，第3层怎么了？黑焰王和冰霜王的魔气是散的，像火和冰，你能感知到他们的边界，但深渊王，他的气息是凝的，没有边界，深不见底。我放出神识去探他，神识什么都没探回来。比天榜上的任何高手都强。李王第1空了10年，上一任天榜第1是李九渊。深渊王能和李九渊正面交锋300年，你说他有多强？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皇兄，你说我们能赢吗？能。如果要你付出像李九渊那样的代价呢？若真到那一步，不行，还没到那一步。混沌灵根已发芽，或许不用走到那一步。那就好。原来李九渊是把自己的身体化作了封印。难怪封印在减弱，他的力量正在耗尽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该找到他？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300年了，撑了300年已经是极限了。他撑了300年，接下来该我了。不是我，是我们。对，我们。好，我们。公子，李九渊的洞府真的在这里？古籍上记载的。就是这里。那是李九渊。然魔界无穷，封印有尽，唯有混沌灵根可彻底封禁魔界通道。灵根感应到封印之力，可尝试加固魔界封印。李前辈，你未尽之事，我来完成。走，回王都。朕今日登基，国号周武，武是我武神的武。朕的兄长护了这天下，朕要用这个国号告诉天下人，大周的根基是武神打下来的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，皇兄上前听封。朕今日封皇兄为大周武神。陛下圣明，武神封号。大周立国300年从未有过，但今时不同往日，魔族压境，幽冥渗透，若无武神，力挽狂澜，大周早已国破。老臣以为武神令与皇令同尊，当之无愧。武神令与皇令同尊，这不是朕的恩赐，是武神该得的。没有他，今天这金銮殿上坐的就不是朕，是幽冥的傀儡。皇兄，大周的天由你我兄妹一起撑着。臣遵旨。武神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公子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
天下暂时安稳了，但第2层的裂缝我还没找到。那我们一起找。白月，谢谢你。公子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什么？这道疤还在，每次看到它，我就想起那天，我蹲在路边，面前放着一碗浑水，嘴里全是土腥味。公子说：“跟我走吧，管饭。”我以为公子是人贩子，但不管公子是什么身份，我这条命是公子捡回来的，所以公子不用说谢谢，该说谢谢的是我。这道疤不用留着，以后不会再让你刨草根了。公子跟我客气什么？公子，第2层的裂缝真的在北方。冰霜王的气息从北方传来。可是这雪太大了，根本找不到。在那边。走。找到了，这就是第2层的入口。所有人准备好，走。好冷，这就是第2层，比第1层冷多了。都小心点，冰霜王的地盘到处都是陷阱。小心！大家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。继续走，别停下。到了。楚修，你终于来了。冰霜王，本座等你很久了。第2层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楚修，你比黑焰王那个废物强多了。你也比他强，但你还是赢不了本座。兵锋万里！白月，叶灵在，明白。好强的寒气，根本近不了身。都退下。公子，退下。抢天精神剑诀第9式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楚修，你很强，但第3层的王，你绝对挡不住啊！好，又灭了一个，公子神威。公子怎么了？第3层，第3层的王很强吗？很强，比我强。那怎么办？回去闭关，在灵根成长起来之前，我必须变得更强。是。公子这次闭关要多久？不知道。第3层的王真的那么强吗？公子说强，那就一定强。公子，公子，你突破了！突破9天精神剑诀第9层，现在的我应该能和第3层的王一战了。公子现在的气息比斩杀冰霜王的时候至少强了5成。第9层是什么概念？第8层能斩冰霜王，第9层能斩深渊王，如果情报没错的话。但我现在的问题是，第9层刚突破还不稳固，大概需要再闭关3天巩固境界，我们可能没有3天了。走，去看看灵根怎么样了。长得挺快，30%，还需要时间。怎么了？公子，不好了！什么事？
是巡逻队在王都地下的旧排水槽里发现的。今天上午他们下去清理淤泥，走到100丈深处时，淤泥表面有黑色雾气在飘。他们沿着雾气的源头挖下去，挖了3尺深，下面是空的，有一道裂缝，长5尺，宽1尺，魔气浓度是北方裂缝的3倍。裂缝边缘的岩石上有一道眼珠形状的烙印，和公子在大卫裂缝看到的一模一样。裂缝出现多久了？不确定，排水道上次清理是半个月前，那时候还没有。也就是说，这道裂缝是半个月内出现的，而且生长速度极快。走，去看看。好重的魔气，这就是第3层的裂缝。那是什么？眼睛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第3层的王，我感知不到他的极限，比冰霜王还强，强得多，不能硬攻。那怎么办？回去再说。皇兄，王都下面的裂缝怎么办？不能硬攻，第3层的王太强了。那我们就这么守着？不，守是守不住的。我要布一个结界，一个能把整个王都罩进去的结界。结界？以小世界灵根为阵眼，布下覆盖整个王都的混沌结界。能行吗？能。这个结界能压制地底裂缝的魔气，同时保护王都免受未来魔界入侵。好，那就做。需要我们做什么？灵伴，你率镇魔司精锐守住裂缝入口。好。玄虚子，你率阴阳道宗弟子协助我布阵。遵令。白月、叶灵，你们守在我身边。是，明白。公子，准备好了，开始。那是什么？是武神，武神在保护我们。有武神在，我们就安全了。楚修，你比李九渊聪明，但也更愚蠢。你是谁？上一任武神是谁？公子，刚才那个声音，第3层的王。他说上一任武神李九渊。结界成了。恭喜公子，这只是暂时的。灵根还需要时间成长，在那之前，我们只能守。皇兄，你太厉害了！这不算什么。怎么不算？整个王都都被罩住了。皇兄，我下令扩建王都，把结界范围都纳入都城规划。好，以后王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皇兄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上一任武神李九渊。我要去查他的线索。查他做什么？我想知道他是怎么以身为印的。皇兄，你不会想……放心，我不会。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些。哦，走吧，陪我去翻古籍。好。李九渊的生平，尤其是他封印魔界的具体手法。皇兄，你要找什么具体的内容？我需要知道封印的结构，阵眼在哪里，7层封印之间怎么连接的，封印的薄弱点在哪里。找到了，皇兄在这里。他找了一辈子混沌灵根，最后在苍梧山的那个山洞里作画了。那封残信就是他在洞府里写的，剑诀是苍梧山得的，最后也在苍梧山走完。他这一辈子，起点和终点都在那座山上。那皇兄你比他幸运，混沌灵根你已经有了。对，但他留下的封印结构图，这本古籍里没有，信里也没写。唯一的办法是去他洞府看看，也许他还留了别的东西。我陪你去。不用，你留在王都，我不在的时候，朝政需要你顶着，白月和叶灵陪我去就行。好，皇兄小心。公子，我们来找什么？
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东西。公子，这里有东西。这是李九渊的玉佩。后来者，你能看到这道残影，说明你找到了混沌灵根。晚辈楚修见过前辈。楚修，好名字。混沌灵根是封禁魔界的关键，但它成长需要时间，在它完全成长起来之前，你要守住。晚辈明白。第3层的王很强，你现在的实力还不是他的对手。那晚辈该怎么办？等灵根成长。老夫撑了300年，接下来就看你了。公子，我知道了。40%了。公子，灵根又长了。那什么时候能到100%？不知道，但应该快了。希望在第3层的王打过来之前，灵根能完全成长。一定会的。小子，灵根还有多久才能完全成长？北方的裂缝还在，低阶魔族时不时冒出来几只。剑宗的弟子们天天在裂缝口巡逻，杀了100多只了。今天刚到40%，李九渊前辈说加固1次封印能跳到60%，加固2次到80%。我们现在就加固第1次。加固封印需要什么条件？我只需要把灵根的力量注入封印吸收，但加固过程会触动封印，深渊王会感觉到，所以他可能会提前出手。那我们加固的时候需要有人挡住深渊王。对，加固封印需要我全力注入灵根之力，不能分心。所以，林蛮，你率第1营在裂缝入口布防。叶灵，你率第2营在排水道各分池布防，防止魔族绕后。白月，你守在我身边。玄虚子，你用结界护住封印加固的核心区域。行，这把老骨头再拼一次。深渊王要是提前冲出来，老夫第一个顶上去。不用硬顶，挡住一盏茶的时间就够了。一盏茶后封印加固完成，我的力量会回来，到时候我来对付他。另外，白月、叶灵，加固完成后，你们立刻率镇魔司精锐巡视全国，把所有残余的小裂缝全部封掉。大的裂缝有封印压着，小的裂缝要一个一个清理。明白，我们明天就出发。快了，一切都快结束了。感觉到了，对吗？你吸收了300年封印的力量，现在封印被补回来了，你就急了？不急，还有第2次。楚修，滚出来受死！第3层的王来了，居然比预计早了半个时辰。楚修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深渊王，你灭了黑炎王和冰霜王，很不错。接下来就是你。就凭你，好强！我说过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交出混沌灵根，本座可以饶你一命。做梦！那就别怪本座不客气了。怎么，这就不行了9天精神剑诀第9次。9天剑诀不错，但还不够。什么？现在轮到本座了。公子，公子，我别说话。我还能用剑，白月，左手也能握剑，剑气凝碧就行。公子别分心。感人，但没用。都去死吧！带他走。公子，走。你的对手是我，你一个人足够杀你。哈哈哈哈哈！狂妄！楚修，你不是本座的对手。是吗？你以为我只有这点本事？哦，你还有什么底牌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混沌灵根成长进度100%。灵根成了。
混沌封印！什么？不可能！深渊王，回到你的魔界去吧。楚修，你给本座等着，本座还会回来的。结束了。我们赢了！武神万岁！大周万岁！皇兄，你吓死我了！我这不是没事吗？可是白月她……白月，我欠她的。公子，白月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好好休息。我没事。公子，我们赢了，对吗？赢了。那就好。白月，你怎么乱跑？我又不是瓷娃娃。你何时起来的？4更天，躺床上睡不着，不如起来练剑。左手剑法第9式那个3连击，我总是练不好。以前右手练这招的时候，3天就学会了，左手练了10几天还没顺。你右手练了10几年，左手才练了不到半年，半年赶人家10几年，你已经够快了。先把豆浆喝了，喝完我陪你拆招。一个人练木头练不出实战感。没放糖，糖在厨房，自己拿去，我又不是你丫鬟。顺便帮我也拿一勺。白月，公子，莫邪10大名剑之一，干将莫邪中的雌剑。干将剑你已经有了，这把莫邪剑在系统空间里放了很久，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。从今天起，莫邪是你的新臂膀。谢谢公子，这把剑我会用一辈子。好好练，双剑剑法比单剑难，但一旦练成了，左右手各一把剑，攻防一体。叶灵，你陪他拆招。你的白蛟龙是单手剑，正好可以当加强敌。好，白月，等会儿别留手，我要看看双剑的威力。这么晚了还练，剑气凝碧消耗很大，练过度反而伤身。今天下午跟叶灵姐拆招时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：剑气辅臂握剑是没问题，但辅臂的关节不会动，手腕、手肘、肩膀都是脏的。成了，你转一下手腕试试。这还只是静态关节。在实战中，辅臂要跟上真剑的节奏，延迟不能超过半息。我还得继续练。那你边喝茶边练。我从神剑山庄带了些药膏，正好给你敷一下右肩的创口。白天在冰面上拆招，寒气太重，创口边缘有些发红。忍一下，创口边缘有些炎症，寒气入体了。我用神剑山庄的活血膏先帮你散寒，再敷一层生肌膏。镇魔司最近伤员多，你手里的药膏快用完了吧？够的。临行前爷爷给了我3箱，说镇魔司的伤兵比神剑山庄多，让他自己又用不上。他身上那点旧伤都好了，还是公子给他画的剑毒。我爷爷每次来信都念叨这件事，说欠公子的情这辈子还不完。叶庄主欠公子的，公子欠我的，我欠公子和你的。咱们这个圈子绕来绕去，谁也说不清谁欠谁，不如别算了，就当一家人。一家人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你继续练，我在旁边看。你辅臂散了，我就接住你的剑。混沌灵根，混沌灵根完全成熟，可彻底封禁所有魔界通道。是否启动最终封印？最终封印，以身为印，封魔7层。启动最终封印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启动最终封印需以灵根为核心，以武者神魂为引代价，施术者修为尽失。只是修为尽失，还好，系统之力早已与我的神魂融为一体，化为混沌灵根的养料。今日之后，系统亦将完成它的使命，归于沉寂。修为尽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
只要天下太平就够了。白月、叶灵，公子，公子，我有件事想跟你们说。什么事？我要启动最终封印。最终封印？彻底封禁所有魔界通道。那太好了。但是，启动最终封印，我会修为尽失。什么？修为尽失？不行，公子不能这样。白月，修为尽失，那你以后怎么办？没什么怎么办的，做个普通人也挺好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魔界的威胁不除，天下永无宁日，这点代价算什么？可是，白月，你会保护我的，对吗？我会，我拼了命也会保护公子。那不就得了？好了，别哭了，又不是生离死别。公子，我们陪你。好。皇兄，真的要这么做吗？修为尽失。一场，天下太平比什么都重要。好，皇兄，我支持你。今日我楚修以混沌灵根为引，布下最终封印。最终封印？封印了，魔界就再也不会来了吗？可是武神他……封印之后，魔界通道将彻底封禁，人间再无魔族之患。武神万岁！大周万岁！开始吧。李九渊前辈以身为印，封印的是整个魔界体系，而非单一层次。深渊王是这7层封印的阵眼，他若破印，其余6层将随之失控。我今日以混沌灵根补全封印，阵眼重固，则7层皆稳。公子，公子，成了。公子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个普通人了。不管公子是什么样，白月都跟着公子。我也是。皇兄，我没事。谢武神，武神大恩，永世不忘。都起来吧。公子，夜里凉。谢谢。公子在想什么？在想以后。以后？天下太平了，我也没修为了，以后做点什么好呢？公子想做什么？我想四处走走，看看这大好河山。那我陪公子。好，白月，谢谢你。公子跟我客气什么？不是客气，是真心的。如果没有你，我走不到今天。公子，能跟着公子是白月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你们2个在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我做了宵夜，要不要尝尝？好啊。好。皇兄，你真的要走？可是王都需要你。有你在就够了。你是个好皇帝。皇兄，一场，你长大了，以前是我护着你，以后你要护着这大周天下。我会的，但皇兄你要常回来看我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我凝眸，是我曾重现的一幕。海阔你让我一心满足。你们2个要好好的。公子，你真的不带我们？我是去游山玩水，又不是去打仗。可是镇魔司需要你们。
好吧。傻丫头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真的？等我玩够了就回来。那你要快点回来。好，走了。江枫还是当年的江枫，只是我不再是当年的我了。修为没了，反倒轻了。天下太平4个字，比什么建议都重。故人安在，这一切都值得。往后就做个凡人，看看这太平天下的寻常日子吧。小伙子，迷路了？这山里晚上不好走，进来歇一晚吧。老婆子，多摆一方碗筷。正好今晚多熬了粥，够吃。老头子，你让人家先洗把脸。小伙子，多吃点。好，山路难走，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赶路。萝卜干是今年新腌的，秋天腌的，用的院子里种的青萝卜。今年雨水好，萝卜长得好，腌出来比往年脆。今年是太平年，前几年老闹灾、旱灾、雪灾、打仗，村里年轻人都被拉去当兵了。今年不一样，魔界封了，仗打完了，去当兵的后生有好几个回来了。我儿子也在镇魔司当兵，上个月来信说快复员了。往年这时候外面到处都是魔气裂缝，天一黑就不敢出门。现在晚上能坐在院子里看星星喝米酒，这就是太平，真好。这是检测到未知能量混沌灵根发生变异，是否查看？你好啊，楚兄。你是谁？我是混沌，也是你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深渊王就是结束？墨皇的失踪，魔界4至7层的沉寂，都不过是在等我苏醒。封印完成了，但新的棋局才刚刚开始。